1980年的今天，美国宣布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，史上最失败的奥运会就此诞生。在43年前，也就是1980年1月21号，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，那就是美国宣布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。本来这个事情并不稀奇，毕竟当时正处于美苏争霸的关键时期，美国和苏联间势如水火，不参加对方举办的奥运会也算正常。但是随后，世界各国，包括中国，都纷纷响应美国，最终当时的147个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中，只有81个参赛，接近一半缺席。苏联举办的第一届，也是唯一一届奥运会，就此成了一场闹剧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是因为苏联在1979年，也就是奥运会的前一年，大举出兵阿富汗，武力消灭当时的阿富汗政府首脑，扶植亲苏人员上台，这引发了外界广泛热议，世界各国纷纷谴责苏联的入侵行为。西方国家相继声明，苏联如果不撤兵，就不参加此次奥运会。此外，还禁止了与此次奥运会相关的一切活动，例如发行纪念邮票等。然而，对于西方国家的声明，苏联根本不当回事。在这之后，又3次出兵打击阿富汗的反政府武装。美国等国家看到这样的情况，干脆也不搞什么抵制声明了，直接宣布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。尽管有这么多的国家不参加，但是莫斯科奥运会还是照常举办了，就是现场冷清了一些。从一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这点，参赛的运动员只有5179人，而报道的新闻记者却有5615人，场外报道的比场内参赛的还多，这还是很少见的。同时，参赛的国家和地区里，还有一部分在开幕式和领奖时用奥林匹克委员会会旗、会歌代替自己国家的国旗、国歌，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苏联表示抗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4年后，第24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，苏联为了报复美国，也宣布不参加这届奥运会。在苏联的带动下，有19个国家和地区也先后表示不参加。可以说，在美国和苏联的影响下，奥运会这场全球性的体育赛事已被掺杂了政治色彩，成为了大国博弈的工具，与奥林匹克的精神相去甚远。其实以现在的视角来看，这说不定是美国设的一个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时苏联由于大量支持亚非拉国家独立，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望极高，国内的军事力量也处于巅峰状态，世界局势已经变成了苏攻美守的状态。我们都知道，举办奥运会是非常烧钱的。苏联为了办好这场奥运会，足足花了90亿，国内本就脆弱的经济更是受到了严重打击。从申办奥运会的过程来看，苏联能成功的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由原西德奥委会主席从中周旋。苏联和西德的关系一直不错，因此事情似乎很正常。但是网上就这么一种说法，说这都是美国的阴谋，一来可以从经济上打击苏联，这也是美国的强项；二来在苏联做好了奥运会的所有准备之后，找个借口联合各国不参加奥运会，从而打击苏联的威望。理由在当时的局势下很好找，苏联的入侵正好给了美国一个极佳的借口，于是一场史上最失败的奥运会诞生了。